掉到了地上。皇兄今日用身份压我，就不怕？本宫什么都不怕，滚远一点，少碰我的太子妃。算你狠！咬牙切齿地留了这么一句，就匆匆离开了，生怕晚一点再被魏安宁给丢进荷花池。七皇帝，这儿有什么好风景吗？值得你跑这儿一趟？楚成渊看向一旁看戏的七皇子，七皇子闻言笑了一下，解释道：皇兄，臣弟是来助魏家的魏姑娘生辰的。太子妃的生辰不是还没到呢吗？臣弟说的是蓉蓉姑娘。你说的是占了太子妃身份的那个人啊？她不配跟我太子妃一个姓。陈氏，你们商量商量，给她改姓吧。或者是回头本宫赐你们一个。楚成渊云淡风轻，但是开口说的每一个字儿都让在场的人更加沉默了。殿下，蓉蓉好歹是安宁的妹妹，而且这是我们的家事。是吗？我知道了。楚成渊没说其他的，他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吓坏了吧？我皇帝太不懂规矩了，回头你说怎么对付他，我帮你出气。一旁的七皇子虽然见多识广，但是也还是有那么一瞬的无语。魏安宁她有什么委屈的？五皇兄都成泥人了，她还委屈？皇兄的脑子里装了什么？他是疯了吧？好啊，不过今日就算了，改天的。殿下今天怎么过来了？是想我了吗？魏安宁语调轻佻，不过她声音好听，笑起来又让楚成渊觉得暖暖的。这份轻佻在楚成渊的眼中都更显可爱了。他微微沉默，总不好说他一直命人监视着安国公府。听说老五和老七来了，所以担心他就过来了吧。都还愣着做什么？这宴也该散了吧？楚成渊质问他们，其他人纷纷离开。一直没说话的徐凌宁看了一眼晕倒的心上人，心里只恨自己没有权利。今日你也送我好吗？行啊。他勾着他的手指，无视了陈氏复杂又愤恨的眼神，带着楚成渊到了大门口。阿渊今天学会闭眼睛了吗？楚成渊的脸瞬间变红，他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低头，在魏安宁合适亲他的角度停下，一双美眸落在他的身上，静静地等着魏安宁亲他。阿渊真笨啊，还是不闭眼睛。楚成渊也不解释，将一枚镯子扣在他的手腕上。送你的，明日要准备大婚的事，我不能来见你了。不过后天你就是我的太子妃了，到时候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不可以丢了镯子，也别被人欺负。楚成渊叮嘱了他一下，然后在魏安宁还没有回答他之前，就已经飘然离开。来去匆匆，好像就只是为了给他解围来的。主人，他可真吓人啊，我还以为他要吃人呢。怎么可能？你是画得太久，该维修了吧？魏安宁笑了。三号没动静了，是这个人的眼神真吓人啊。娘，女儿的生辰宴就这么毁了。我没有怪罪姐姐的意思，我也不配，我不过是一个庶女，我只是……你别担心，很快她就嫁出去了，到时候你还是这个家的嫡女，而且会是唯一的嫡女，我不会让她再和国公府有瓜葛的。蓉蓉，娘真是不该将她找回来，她是因为那个叫芙蓉的贱人报复我才被调换走的，而你虽然是意外被弄到我身边的孩子，可却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乖巧懂事，和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陈氏想到这几天的事儿，对魏安宁的恨意都起来了。魏蓉蓉唇角都快压不住了，想不到魏安宁居然自己作死。另一边，归宁居里，主人，咱们这么下去，和陈氏的关系岂不是没法修复了？修复？为什么要修复？陈氏早就抛弃了原主，这些人在原主眼中都是罪人，为什么要和一个罪人修复关系？现在的我讨好他，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有用吗？我是那个可怜的魏安宁吗？不，我是现代来的魏安宁，我不是他，我有强硬的手段，还有你这个外挂，以及一颗不会被这些蠢货伤害的心，因为这些人并非我的家人啊，我要做的就是将原主受的苦让他们都尝尝。三号不敢吭声，主人的性格也很可怕，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的大齐太子和主人真是绝配。深夜，安国公才从外面回来。卫星，咱们家几代人攒下的东西，没道理让那个小贱人带走。那天蓉蓉的话，你可有打算？儿子决定了，
那个孽障成亲当日，儿子会让陈氏给他送一碗毒药。陈氏到底是他的亲娘，亲娘送的东西他没有不喝的道理。这毒是儿子好不容易弄来的，无色无味，而且不会马上毒发，会在这个孽障到太子府后才毒发，时辰都是算好的。只要他一死，嫁妆就退回，还能让太子跟着被抹黑。到时候咱们只管一口咬定是太子逼婚害得他自杀，到那时咱们也能用这件事教好七皇子。2天的时间转瞬即逝，一大早，太子府派来的32个丫鬟和嬷嬷就已经到了温安妮的小院里来，生怕安国公府的人使坏，导致婚事出什么意外。安国公府的四周那更是都换成了太子府的侍卫，主打一个该有的规格必须给太子妃做到，但是乱子安国公府一点都不许添。被太子府侍卫架着在府门口等着送嫁的安国公和安国公夫人，还有安家的3个兄弟以及魏蓉蓉，6个人加起来都凑不起一张笑脸呐。但是这并不妨碍过来迎亲的队伍热闹，也不妨碍来这儿恭贺的客人送上祝福。这会儿啊，他们这一家子在外人看去，就和6个怨种木桩子一样。这会儿安国公府前来祝贺的人越来越多，而陈家的马车也终于驶入了这条街。哎，夫人呐，我就说你担心是多余的吧，你看看人家多热闹。陈老夫人不吭声，只是白了他一眼。他懂个什么呀？他们消停的话最好，要是不消停，你就出面，让咱们这苦命的外孙女安心出嫁。女子出嫁太重要了，这前半辈子被他那个渣爹给毁了，我不希望他这么重要的日子再出岔子。哎，我知道了，夫人，咱们到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绝对没啥好事儿。不过看样子太子殿下比咱们先一步。哎，对，他们家老夫人怎么没出来？我外孙女成亲，她一个当祖母的在后宅装死呢。爹娘，你们来了。太子还有我那个逆女，欺人太甚。你可闭嘴吧，我什么都不想听。你有什么事情一会儿等着我外孙女出嫁了再好好跟我解释。外祖母，蓉蓉也是你的外孙女，你就不想知道这些天那个贱人对蓉蓉都做了什么吗？不是很想知道，我更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变成傻子的。陈老夫人说着，又给夫君一个你自己体会的眼神。陈老将军已经惊呆了，这些年他都不知道女儿家里的画风是这样的。你们家老夫人呢？这么重要的日子她躲什么呢？我娘被她气晕了，现在还没醒呢。本来他和娘已经做了决定，趁着今日逆女出嫁除掉她，连毒药都准备好了，神不知鬼不觉的。结果天还没亮呢，安国公府就被包围了，别说送毒药给魏安宁吃了，连只苍蝇都飞不出一只。既然这样，那就算了，我去看看我那外孙女。夫君，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看着点，要是外面出什么岔子，我找你算账。一过来就被这满院子人给吓了一跳，这是来抢亲的？这里面是24季的簪花，今年年初京城琳琅宝翠阁刚出的，我给陈家的姑娘们一人准备了一套，拿来做未来出嫁的嫁妆。多准备出来的一套是给你娘的女儿，我只认血脉，不认其他的。哪怕你日后不认你那个糊涂娘，你也是我陈家的血脉。这一盒簪子可得收下啊！多谢外祖母为我添妆。好孩子。陈老夫人很想再多说一些。太子殿下来迎亲了。太子殿下亲自来迎亲。陈老夫人有些意外，按照规矩，太子殿下不用亲临，只等着这边嫁过去便可。陈老夫人亲自扶着魏安宁往外走。魏家人家出庭！到了大门口，在太子府侍卫的管制下，魏家的奴才一个比一个听话，喊声一个比一个洪亮，就差哭2嗓子，表达对魏安宁出嫁的不舍了。太子殿下，我爹说今天您大婚，可悠着点，别犯病。一旁吴应潇小声叮嘱，他今天唯一的任务就是看着太子别干出啥殴打弟弟的事情来，哦，还得看着点太子妃，让他也别打人。楚成渊眼皮都不动一下，他目光定在了被人搀扶出来的魏安宁身上。太子妃，过来接你。殿下，接下来你可要牵好我的手啊。无妨。楚成渊说完，魏安宁就觉得自己腰上一紧，整个人都被抱起来了。等他回神，人都已经在花轿里了。我们走。花轿离开，太子府的侍卫没有跟着一起走，安国公府的人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了。小女已经出嫁，
你们太子府的人还在我安国公府待着做什么？太子府的侍卫首领江天闻言也很绝望，他是保卫太子的侍卫首领，这莫名其妙的被太子殿下安排到安国公府，他也很委屈啊。但是他能怎么办呢？他心里委屈，面上端的无情。太子殿下说了，太子妃3日回门之前，我们都要在这里待着，确保不会有人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国公大人，太子殿下一片好心。哼，我还得谢谢这王八蛋吗？夫人啊，咱们也走吧，还得去吃席呢。你先去马车上等我，我跟女儿说几句。陈老夫人说着，走向了面色不善的女儿面前。陈氏顿时紧张不已。娘，娘，你打我！我这都多大年纪了？我不打你，你岂不是要上天？我问你，那天我怎么交代你的？你怎么做的？你对得起你怀胎十月遭的罪吗？对得起与你血脉相连的安宁吗？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糊涂东西？那个魏蓉蓉，女婿说是孩子被偷，他担心你伤心，所以抱回来骗你是亲生的，你就相信啊？一个连身份都不明的东西，为了他你就这么作践我外孙女？要不是你已经嫁人，我恨不得直接打死你算了。陈老夫人说着哽咽，气得拂袖而去。另一边，魏安宁的花轿到了太子府。太子妃，跟着我走。楚成渊动作不快，魏安宁这才好跟上。没有寻常成亲需要的跨火盆，也没有折腾新嫁娘的各种要求，如履平地的，一直到进了喜堂。在这儿主婚的是当今皇后娘娘，她坐在这儿，面冷心更冷。对这个先皇后留下的太子，她只觉着如鲠在喉。一拜帝后。魏安宁和楚成渊两人朝皇后方向一拜，在皇后身边还摆着先皇后的牌位，这才是皇后冷脸的最大原因。二祭祖先，夫妻相拜，礼成。镇南王松了口气，好在一切顺利。太子可不是什么善茬，你如今已成家，日后就要学着懂事一些。身为太子，你当……皇后娘娘，您该回去了吧？别耽误我喜事。荣皇后心想，她就不该来，总有楚成渊倒霉那天。一个当不了皇帝的太子，有什么好得意的？恭喜皇兄，皇兄迎娶心上人是天大的喜事。这是自然，如果不是心上人，姑终身不娶；既娶她，她就是姑最爱的人。那皇兄的眼光可真不怎么样，希望皇兄不会被你这太子妃给害了。毕竟他才一入京就惹出祸端，甚至还抢了家族府库，用来充作自己的嫁妆。太子妃的事情能叫巧吗？安国公当年有外事，害得姑的太子妃流落在外，他拿点魏家的东西，这是要补偿。若是姑做事，安国公府8个府库，一个都不留。楚成渊瞥了他一眼，五皇子咬牙沉默了。算他狠，他以为他能嚣张到什么时候啊？好了，今日是你成亲的日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本宫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父皇说了，你明日不必去给他请安。若无要事，他不想看见你。这话原本是皇上要求他私下里告诉太子的，但是太子今天让他丢人了，他非要让太子当众丢人。一个不被皇上待见的太子算什么东西啊？荣皇后走得干脆，留下在场一众宾客心思各异。我为太子妃引荐我这些兄弟。好。魏安宁手痒，很想打五皇子和七皇子一顿再说，毕竟这都是复仇目标啊。不过今天好歹是他成亲的日子，还是明天再打好了。这是大皇兄。弟妹。这是二皇兄。弟妹好。楚成渊行3，再往后便是4皇子。5皇帝和7皇帝你都认识了，这是6皇帝。皇嫂好。5皇子和7皇子也纷纷道：皇嫂好。5皇子恨不得杀了魏安宁，可是这会儿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想到他的计划，5皇子心情又神奇的好了起来。太子妃只管记得他们的样子，谁让你不开心，只管打他们。毕竟我一日是太子，他们就一日是臣子。魏安宁就喜欢楚成渊这什么规矩都不管的疯劲儿，太适合他报仇的时候给他打辅助了。想着，魏安宁眼神亮了一下。现在可以吗？啊？楚成渊怔住，好看的眸子里露出了恰到好处的茫然。刚刚5皇子管我叫皇嫂的时候，声音太难听了。表哥，殿下。吴应潇有种不好的预感。不敬皇嫂，他真该打呀。
五皇子气得想骂娘，下一秒魏安宁的拳头就已经砸到他脸上了，一拳头人就被轰飞了。该死的，我怎么你了？你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五皇子快气疯了，强撑着爬起来，奇耻大辱。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获得商城积分5万，累积积分31.7万。当初原主来了京城后，先在魏蓉蓉的生辰宴被羞辱，之后陈夫人带他们去参加皇室宴会。真是见了你就觉得恶心。来人，掌掴100下，去掉他身上的簪子。如此丑陋的东西，呼吸都是错的，也配入宫？毫无预兆又理所应当的羞辱，五皇子好好尝尝，不是应该的吗？没什么，你瞅到我了。魏安宁，五皇子从未受过这么大的屈辱。规矩点，你得喊皇嫂。你不光人丑，声音还大。五皇帝，胭脂水粉不止女子能用，实在不行，你化化妆吧。殿下，宴会的时间到了，这是吉时啊，不能错过。吴应霄几乎是掐着点儿，一到时间就急忙说道，生怕再过一会儿会闹出更坏的事情。是不能错了吉时。各位入席吧，姑先送太子妃回后院。楚成渊说着便勾起了魏安宁的手，把宾客撂在喜堂上。等两人都已经消失了，喜堂上还很安静。楚成渊已经同魏安宁到了成亲用的院子。我小字琳琅，你好像很喜欢蔷薇花。楚成渊低声说着。你还真找人监视我啊，连我喜欢蔷薇花都知道。我只是担心你。楚成渊试图狡辩一下，但是想了想还是改口道，以后不会了。这还差不多，不过我的确喜欢蔷薇花。我还要去处理一下前院的问题，我会尽快回来的。楚成渊将人送到这院子内，有些不舍得走。他想直接去洞房，但是作为太子，他还是有需要维护的情分的。我等你。楚成渊的笑容在回到前院之后就消失了个干净。太子妃，您先喝茶。太子妃，奴婢让他们弄一些小菜过来垫一垫吧。这一整天的，你还没吃什么呢？大概过了快1个时辰的时间，天也已经渐暗。楚成渊从外面回来了，他面染薄红，应该是喝了一些酒，眉宇之间的慵懒气让他瞧着更让人心动了。殿下，按照规矩，都不必了，姑与太子妃不拘小节。说着，楚成渊便凑到了魏安宁身边。除了白头偕老和这夫妻结发，姑什么都不在意。这洞房的规矩和寓意，你想要什么？你想要的，姑让他们去做。我什么都不需要。如此带着你们那些没用的寓意，退下吧。楚成渊吩咐下去。在这太子府里，就是他的一言堂。屋内，楚成渊已经被魏安宁压倒在身下，他没了适才对下人的狂气洒脱，双目茫然，手轻轻地抚着他的脸，眼中的喜欢肆意流露。太子妃，对我可要温柔一些。今天可得闭眼睛哦。洞房里一事一秘，偶尔宣泄而出的声音听得人面红耳赤。清早，太子府琳琅蔷薇居内，男子慵懒地倚在床上，怀中是还在睡觉的太子妃。楚成渊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的欢喜，他也不懂为什么会怦然心动的要娶她，想要就这么做了，喜欢那就喜欢。早啊，楚琳琅。你不是说你的小名？以后人前你是太子殿下是阿渊，人后你是我一个人的琳琅公子。谁给你起的名字？真好听，和你这人一样华丽好看。我母后起的，她一开始希望我是个公主，可惜并没有如愿。还好没如愿。你是公主，那我怎么办啊？魏安宁准备起身，楚成渊将人重新拉了回来。太子妃不陪着我重新睡一下？殿下，边关急报，圣上有旨召您进宫。皇后娘娘设秋日宴，明日请太子妃娘娘入宫。外面还在继续说。魏安宁闻言那是丝毫不意外，毕竟上辈子也有这么一场秋日宴。可以不去的，所有的宴会你不喜欢都不用去。我喜欢。那就好，任何宴上安宁都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下手，任何事情都由我为你撑腰。楚成渊也痛快。楚成渊收拾好了之后便出了门，魏安宁也起了身，
毕竟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来人，给我准备马车，我要去安国公府。这会儿，安国公府，国公府里正热闹。比起昨天嫡长女出嫁，一家人的不情不愿，现在一家子其乐融融。恭喜啊！之前听闻你们家蓉蓉姑娘为了哄着太子妃娘娘，自愿降为庶出，实在是可惜。这孩子的品貌如何是能以嫡庶来论的？赵夫人抬举蓉蓉了，蓉蓉的身份全听爹娘的，若是没有爹娘做主，蓉蓉不过是浮萍罢了。他的态度让陈氏十分满意，看看这比温安宁那个逆女听话了不知多少。我这个女儿最乖巧了，前几天如果不是大女儿咄咄逼人，我是舍不得让这孩子降低身份的。太子殿下给那个丫头撑腰，我和夫君也只能妥协了。以后我们夫妻二人会补偿蓉蓉这孩子，她姐姐有的，以后她也必须得有。我已经决定了，不管我这个女儿以后嫁给谁，她作为我安国公府的嫡女，嫁妆一定要比她的姐姐只多不少，这也是为了补偿她。魏蓉蓉心中狂喜，脸上只是羞怯。爹，女儿如何能和姐姐相比呢？是啊，你如何能与我相比呢？前院的大门外传来了一道让整个安国公府都无比熟悉也无比恐惧的声音。这个动静传出来的瞬间，一家子齐齐变了脸色。其他宾客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这门呢就被踹开了。姐姐，太子妃怎么没请柬就进来了？今日是我安国公府的家宴，你这样贸然来此，是不是太过分了？太子妃难道要仗着太子殿下的威名胡作非为？我才嫁出去就不是你们家的女儿了，和我断绝关系，你们给我赔偿了吗？来人，给他赶出去！我们魏家不欢迎他。话才说完，温安宁一只手拽住他头发，直接将人甩飞出去了。怎么哪都有你碍眼？你们的脑子真是不中用啊，这么快就忘了我的话。什么？陈氏看着突然飞出去的儿子，有些傻。我不允许他再成为嫡出，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你不要欺人太甚！当初我们是为了体谅你刚被找回来，觉得你受了委屈，所以才妥协的。现在你已经是太子妃了，身份尊贵，你为什么还要和蓉蓉作对？你如此欺辱她，欺辱我们国公府，真以为太子无所不能？一旁的安国公看到陈氏这么生气，心里高兴，这下子好了，不用他出面了。姐姐，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你不开心，可我也不是故意抢了你的。如今你已经嫁出去了，难道就不能给我一个容身之地吗？我真的很羡慕你，你是娘生的，而我只能祈求娘给我一点点关注。姐姐，你就放过我们吧。温蓉蓉说着，当即就跪了下来。这会儿其他人眼神也都变了。太子妃，就算您身份尊贵，也不能干预人家的家事啊。就是啊，你也是安国公府出来的，好歹也尊重一下你爹娘啊。太子妃，蓉蓉她都给你跪下了，你总不能不近人情呢。是不是觉得他们都在为你说话，我就一定会妥协，你的计划就得逞了？说话之前你们先掂量一下，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讲你们的道理，我不爱听的话一个字也别说，不然我真的打坏了谁，我也不负责的。太子殿下说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有他呢。说着，温安宁二话不说，直接提起魏蓉蓉就是一顿毒打。住手！你放开我女儿！你要干什么？魏安宁，我跟你拼了！陈氏目眦欲裂地冲向魏安宁。温安宁看了他一眼，毫不留情地将人踹开。他提着魏蓉蓉看向陈氏：她是你的女儿，那么我是谁？安国公府只能有一个嫡女，这个人就只能是我。我不管你有什么心思，都给我憋着。只要我活着一天，他就永远不能做安国公府的嫡出。谁敢忤逆我的意思，我就一天打他10遍，保证让他不想活了。你干什么？你，我可是国公，我……他话没说完呢，温安宁已经说到做到，也给他一顿胖揍。都是死人呐，看不见他打的是谁，还不快拦着！陈氏忍着疼，冲着家丁怒吼。然后他就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见一个打一个，这么多的家丁就没一个能打的。温安宁将毒打了一通的安国公丢在魏蓉蓉身边，然后走向了安国公府的2个嫡子面前。魏安红如临大敌，不等他做好防备姿态，这拳头就已经砸他脸上了。
不过片刻功夫，来参加宴会的人就眼睁睁看着太子妃从大门破门而入，然后一拳一个魏家人，把这家子都打得不成样子，堆在一起，可太破烂了。现在好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安国公府的嫡女，她魏蓉蓉当不了。啊，别这么看我。如果你希望你2个宝贝儿子都好好的，最好给我消停一会儿。魏蓉蓉以后我不管，现在她只能是安国公府的庶女。现在你告诉我，魏蓉蓉还是你们安国公府的嫡女吗？陈氏很想说是，但是看着2个儿子，再看看如今这一家子的处境，还不够丢人的。难道说以后每天都要这么丢人？还不如听了魏安宁这个孽障的，以后别人看蓉蓉也会觉着蓉蓉可怜。最重要的是，他就不相信了，魏安宁他还能一直这么跋扈下去啊？是我和你爹错了，我们没想到你都已经嫁给太子殿下了，心里还如此善妒，连蓉蓉一个可怜的小姑娘都容不下。谁让我和你爹造孽，生了你又让你被偷走了呢？我们安国公府认了，蓉蓉不会重新继为嫡女。太子妃，你满意了吗？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100，获得商城积分10万，总积分41.7万。听到这个，魏安宁更满意了。他昨儿可是不小心听到了陈氏说要认回魏蓉蓉，准备先提前找茬的，没想到他们这么着急，昨天说今天就要办呢，这不是巧了吗？魏安宁走得潇洒，屋子里的这些人都安静极了。琳琅蔷薇居，楚成渊人还没回来，倒是桌上已经开始准备午膳了。太子妃，殿下很快就回来了，这是殿下提前吩咐人准备的。楚成渊回来时心情似乎不错，笑起来也特别好看。怎么一直看着我？在想昨天夜里的殿下。他望着魏安宁，有些情动，不过更多的是懊恼，怎么一句话他就丢盔卸甲的，丢人了些啊？明日你入宫，不要被人欺负了。这几日我可能不在家中，中云州那边旱灾严重，父皇让我去一趟，一来一去总要3、5日的功夫。虽然想拒绝，但是你万事小心。魏安宁虽然很舍不得楚成渊，不过他的大事最重要。你不与我同去？我有我想做的事情，不过几日时间我不去。真怕一直看着他就忍不住答应了，多耽误时间呢。好吧，这几日若是有什么人欺负你，吃苦呀，别找那2个小的，找我那个舅舅，什么事情他都会为你办的，我的名头任你使用。楚成渊说着，将人抱在怀里亲了起来。好一会儿，他松开了魏安宁，起身便往外走。等等！魏安宁勾着他的手指，楚成渊回头疑惑地看他。魏安宁忍痛从系统商城买了一枚平安符，你带着。主人购买平安符成功，扣除1000积分，剩余积分41.6万。回应魏安宁的是楚成渊笑得特别开心的样子。一直等人都走了，魏安宁还在疑惑，楚成渊对他是不是有点上头啊？楚成渊不在，魏安宁睡得特别早。3号经过魏安宁这些天的不断努力，已经能用虚影从空间里往外看了。如果有什么危险，他第一时间就能提醒魏安宁，所以魏安宁睡得特别安稳。秋日宴可是个得到积分的好日子啊，他可不能迟到了。梳妆之后，魏安宁便坐上了太子府的马车，去皇宫参加秋日宴。太子妃，百果园到了。才一下来，魏安宁就见到了想见的人。雪信公主，这就是我的那个姐姐。哼，就是她打了我哥哥。公主殿下，宸妃娘娘说了，您今日不准找任何人的麻烦。罢了，皇兄不会放过她的。蓉姐姐，你跟着我先进百果园吧。皇兄说了，让我今日保护好你，我可不能食言啊。魏安宁能听到他们说话，但是离得还很远。这2人都出现了，这不出意外的话，5皇子应该也在这附近了吧？主人，好大一股子药味儿，大概是用来让人四肢无力的药。3号刚刚预警，魏安宁的人就被撞了一下。什么人？你是瞎了吗？没事儿。魏安宁是故意没躲开的，这大概是5皇子的手段了，可能是怕打不过他，所以来了这么一出。原来是5皇子，怎么见了皇嫂不见礼的吗？哼，皇嫂来的倒是够早的呀，就不好奇这会儿为何周围还无人？是我费了劲将人都调走了，没办法，
谁让你是太子妃呢？想让你吃点苦头，有人在这儿我可不敢。他说着已经拔出了匕首。你敢伤我？哼，是啊，我不敢伤你。谁让你是太子喜欢的人呢？不过你要是死了，可没人会管。魏安宁，要怪就怪你自己欺人太甚，3番5次的伤害蓉儿，还数次打我。你死了，很快就会有人顶罪。等太子从中云州回来，一切都结束了。五皇子说着，手一挥，他派来的几个人纷纷冲了过来，然后下一秒，魏安宁就把这些人都给撂倒了。一瞬间，五皇子的脸都绿了，看鬼似的看着这一地无能的废物。怎么可能？他刚才可是特意安排了个小太监，就是为了出其不意。五殿下，你应该感谢你自己，将人都给清了，不然我现在就要你狗命。你干什么？你别过来！他一步步的后退。魏安宁二话不说，直接将人撂倒。看什么？这里面有人吗？最好是有人，有人的话，我可要状告他杀人害命了。里面没人，你想把我五皇兄怎么样？我皇兄他不会真的要你命的，他只是想给蓉姐姐出气。你要是杀了他，就算你是太子妃，父皇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他是皇嗣。这我还有你教。魏安宁面无表情地将这些人扒得9成光，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个给绑到树上，又将目光落在外面的魏蓉蓉身上。救命！娘，你救我！魏安宁没用特别大力气，只是每一拳都砸在他的脸上。他如果成了猪头，他怎么见娘娘啊？安宁，我求你，你放了你妹妹吧！你想要什么？求我？可惜没什么用。当然你也别闲着，你打魏蓉蓉100个巴掌，再让她褪去这头上的各种簪子，我便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一会儿五皇子被放下来，皇后娘娘责问起来，我必然和盘托出。你个毒妇！不愿意啊？那好啊，今日的事情咱们一会儿到皇后娘娘面前辩个是非吧。这件事情不能闹出去，我皇兄现在已经……总之你们两个想办法呀，让太子妃保密，否则今天的事情我母妃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众多世家贵女在来到白果园时，就撞见了这非常神奇的一幕。安国公夫人陈氏正在打她的女儿魏蓉蓉。皇后娘娘驾到，陈妃娘娘驾到，静妃娘娘驾到。呀，怎么这么热闹啊？都不进白果园，这是等什么呢？母妃，皇兄出事了。陈妃脸上笑容顿时僵住，那个蠢货到底还是闹出事儿了。安国公夫人，你当众教育女儿，可是出了什么事？皇后娘娘，是臣妇这个女儿不懂事，所以我教育她一下，惊扰了您，还请恕罪。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30复仇点，获得3万商城积分，总积分44.6万。哦，不知你家姑娘如何顽劣，才会让你不顾体面的当众责打。姑娘家的脸面可是很重要的。家中老夫人生病，我这女儿自告奋勇去侍奉，谁知今日一早竟然忘了去伺候老夫人用药。今日爱之深责之切，冲撞凤家，还请娘娘恕罪。原来如此，不过你罚得有些过了，她不过是个孩子。今日是秋日宴，本宫不愿对任何人过分苛责了。去推开白果园的门吧。伴随着门被打开，这白果园内有11棵苹果树上都五花大绑着人，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当今盛盛的五皇子。来人，快将人都给放下来，给五皇子穿上衣服。五皇子衣服穿好，便给皇后行了礼。儿臣给母后、母妃、静妃娘娘请安。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堂堂皇子竟然光着身子在树上绑着，你可知这白果园是什么地方？岂能容你如此放肆？陈妃也有今天。陈妃仗着美貌在后宫横行无忌，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儿子能给他来这么一出吧。回母后的话，是儿臣昨夜神仙托梦，说是儿臣若是愿意吊在这树上，神仙便愿意赐我大旗丰收，儿臣作为主子这么做，奴才们不敢不跟着，还请母后看在儿臣一片诚心的份上，原谅儿臣。这么说，若是本宫不原谅你，倒是本宫的不是了。皇后娘娘，臣妾的这个儿子呢，没别的好，就一点，那就是对大齐、对他父皇的一片赤诚之心。今日的事情除了这个解释之外，难道皇后娘娘还有别的解释？
皇后闭上眼睛，忍了忍火气。难为五皇子一片赤诚之心，只是这是百果园，是秋日宴所用之地。你在这胡闹，就算是你为了朝廷，本宫也必须罚你，就罚你跪在你父皇的御书房前6个时辰。你且去吧。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加50，获得商城积分5万，总计49.6万。娘，咱们能不能和皇后娘娘请求，让女儿先回家？女儿这张脸，说是见到了七殿下，说是见到了贵妃娘娘。娘，女儿真是死的心都有了。放心吧，一会儿得了机会，娘就去和皇后娘娘说，让你先回去休息。娘今日打你，自己的心也都要碎了。那个孽障，我真是……外面再度传出了有娘娘驾临，这一传过来，皇后脸上的喜色也没了。她一进来什么都不说，就走到皇后身侧行了一礼后就坐下了，连个动静都没有。你看，你一来，所有人都安静了。贵妃，你也该收敛收敛你这傲气了。我怎么只听见皇后说我了？若是皇后嫌弃妾身，只管不请妾身过来，这里对妾身来说本就是是非之地。回头皇上问起，妾身也只能实话实说。哼！皇后冷哼一声，一向爱出风头的魏蓉蓉，这会子生怕有人想起来自己这个人。蓉蓉妹妹，这么一会儿不见，你怎么变猪头了呢？看样子，好像是安国公夫人。你身边的猪头，是你的女儿魏蓉蓉？臣女魏蓉蓉，拜见贵妃娘娘。还真是，儿子的眼光。你又是何人？贵妃，你一世独立过头了吧？怎么，太子亲自选定的太子妃你都不知道？好歹你也是太子的庶母，传到了皇上那儿。魏安宁给母后几位母妃请安。起来吧，今日秋日宴不用守着什么规矩，本宫不是那种在意繁文缛节的人。姑娘们也都去玩吧，就和往年一样，不要因为适才五皇子的事情觉得不安，一切都有本宫在呢。魏蓉蓉万念俱灰，心中只有俩字儿：完了。刚才贵妃的眼神，她就算是弥补多少次都弥补不回来。魏蓉蓉的眼神淬毒，一直盯着魏安宁。魏安宁假装没看见，一步步朝着果园里的池塘走去。魏蓉蓉一路上几乎是漂浮着跟魏安宁到了这边。是不是在想，只要我走到这边就一定会掉下去？姐姐，你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就站到那儿去，如果不去的话，我马上就让陈氏知道你是谁的孩子。你到底还要威胁我们多久？你觉得我在威胁你，你可以自己说啊。你只要自己说了，你和你爹不就都没有弱点了吗？只是你们敢吗？跳下去，别让我再说第二遍。你别以为你能一直赢，早晚我要杀了你。说完，他就踩到了七皇子为他做下的陷阱上，整个人扑通一下滑落到水中。救命啊！快救命啊！出什么事了？儿子怎么来了？救命！池塘那边喊声更大了，周围摘果子的人也都聚了过去。哎呀，猪头！胡说什么？那是安国公府的魏蓉蓉啊！另一人解释道。听到魏蓉蓉，七皇子虽然不知道魏蓉蓉刚刚为何要自己踩到陷阱上，但是现在他能救他的办法就是装作不知道，然后去救他。若是他进来直接冲过去，难免会被怀疑。母后、母妃、几位娘娘，那边好像有人落水，儿臣去看看。今日秋日宴，若是出了什么事，只怕不好。另一边，七皇子急匆匆的过来，刚要找个好姿势拉人上来，谁知道脚下不知被谁绊了一下，又和魏蓉蓉一样的姿势掉了进去，整个人在池塘淤泥里滚了起来，就好像前几天的五皇子一样。两人这会儿看着一样的狼狈。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加30，获得积分3万，总计52.6万。七皇子殿下，你没事吧？魏蓉蓉挣扎着想要游到他身边，七皇子只将他拽过来，抱着他往上爬。来人，带魏姑娘去换衣服。皇后娘娘的秋日宴真是越来越潦草了，什么事情都能发生。很快，下人就带着魏蓉蓉去换衣服，而七皇子也起身告罪离开。他眉头紧锁，他向来步步为营，不肯行差踏错一步。今日他真是冲动了。这个魏蓉蓉真的是他等的那个能帮他完成大业的人吗？姑娘们，
今日频繁出事，本宫实在是担心大家。秋日宴的果子，本宫会尽快命人送去各府。过会儿，本宫派工人送大家出宫。今年的秋日宴到此结束。皇后话落，这秋日宴也算是彻底没戏了。出宫时，魏安宁一路上都很顺利，一直到了宫门。是太子妃啊！我请问你见到魏姑娘了吗？魏安宁眼前出现了系统提供的片段。本宫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心思恶毒之人，上不得台面又极度容忍姑娘。你这种丑陋之人不配活着。今日看在你是她姐姐，她又的确用了你安国公嫡女的身份的份上留你一命，你这种人活着就是在羞辱她。若你再敢欺负蓉蓉，我就送你下地狱。很好，3号现在已经进化了，都会放原主过往片段了，身临其境，愤怒加倍呀。大皇兄见了我，是否也该行个礼呢？毕竟你虽为长，可我夫君是太子，你总要尊重他，也要尊重我。我没听错，楚成渊还真是娶了个好太子妃啊，真是胆大包天。你以为谁都能和我武皇帝一样任由你欺凌？你成亲当日打武皇帝，今日我这个做兄长的就是教训了你，也没人敢说什么。就是楚成渊在这。大皇子话都没说完呢，魏安宁上去就是一拳，把人给砸飞向了宫门口。太子殿下不在怎么了？大皇兄仗着自己是男子，当街就要打要罚我一个弱女子，你不觉得丢人吗？陈氏和魏蓉蓉两人刚出来，还没等出了宫门呢，大皇子就突然和一座小山一样降落了，扑通一下砸在地面上。你是大皇子啊？你没事吧？停，我扶你起来。是你，真的是你。那天我找了你3年，没想到你一直就在我身边。安国公府我每天都路过，可我竟然不知道那个人竟然就是你。大皇子激动极了，他是今日偶然知道当初救了他的那个蒙面女子就是魏蓉蓉。你放心，以后我会保护你的。魏安宁都想给两人鼓个掌了，多好的重逢呀，搞得他像一个恶人。魏安宁想了想自己如今做的事儿，再想想他和太子两人，很好，他们的确是恶人阵营啊。不过没所谓了。魏安宁缓缓朝着两人走过去，没办法，他拳头痒了。太子妃，别以为谁都能和武皇帝一样容忍你，他是废物，本宫可不是。你若再敢靠近蓉蓉，再敢欺负蓉蓉，本宫拼了与太子决裂也有。大皇子话没说完呢，魏安宁又是一拳砸了下去。这次大皇子有了准备，想要挡一下，但是没挡住，又是一拳头砸到脸上，紧接着就是一通拳打脚踢。不过他的脸上是连一点用了力气的狰狞都没有。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获得积分5万，总计57.6万。大皇兄，你这是做什么？准备讹诈我吗？我一个弱女子能打坏了你？你躺在这儿是仗着太子殿下不在家，所以故意讹诈欺负我，就为了给你的心上人我的好妹妹魏蓉蓉报仇？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踉跄起身，和魏蓉蓉同款猪头出现，场面一瞬间特别尴尬。哼，你们俩的确很配啊。对了，大皇子下次再见到我记得行个礼，好歹我夫君是个太子，你再不满意他也要压过你的。魏安宁解了气，赚了复仇点，神清气爽地上了回家的马车。空间里的小黑猫见四下无人，就跳了出来，耳朵动了动，窝到了魏安宁的怀里。魏安宁目光落在了商场上，这次商场里除了大力药水，还有他的滋补药水，以及一些他根本用不上的天价物品外，出现了3个新的东西。其中一个叫做延寿丸的药方，200万积分，1颗吃了可以让人多活3个月。另外一个叫做祈雨符，售价100万积分，可以指定地区祈雨。还有一个叫做雷符，售价30万积分。这些东西吧，看着都挺有用的，但是除了第3个，他什么也买不起呀。回空间里去，你能出来的时间不多，我还有用呢。主人是不爱了吗？说完就消失了。另一边，远在云中州，走在田间查看灾情的楚成渊突然打了个喷嚏。这边看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回去了。姑觉得太子妃在想姑。徐宁柏面色微微苍白，他一听到太子开口，就忍不住了胸口疼，浑身都疼。太子殿下，
你是想告诉我你一路快马加鞭，缩减了一半的路程，在这儿办事有雷厉风行，恨不得一天办完所有的事情，为的就是早点回家见太子妃？徐宁柏觉得他真的很倒霉，有个天天给魏家那个不清不楚的女儿当尾巴的弟弟，还有天天盼着退休的爹，以及这个万恶的不靠谱的上司，他造孽了吗？父皇派姑来调查灾情，姑眼前这些还不够吗？非要尸横遍野再来问罪？一路上多少流民，多少只荒田，此地是害，可我大西朝廷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命人引明州的水渠来此，为了这件事耗费了多少银两？半个月前又开仓放赈灾粮。钟云州，你与姑快马加鞭不过1日路程，其他人呢？他们比姑还金贵，天子脚下为何如此？父皇派姑来此是查是假？他是准备借着姑的口回到朝廷说出此地惨状，整治他眼里需要整治的官员。孤单恶名，他是圣主明君。楚成渊看得清楚，所以此地的一切他只要看过了，交出父皇眼里最需要的答卷，这就是结果。那这些灾民，明州的知州是贵妃的哥哥，从明州引水才是正途，明州那群蠢货该死，此地贪墨赈灾粮的人也该死。楚成渊说着拿出了个本子。这是？徐宁柏看向太子，别装傻了，把你调查的也拿出来吧。昨日朝堂上你最积极的要跟过来，早就知道此地情况了吧？如今你我需要的只是来这儿一趟，然后名正言顺的将早就调查到的东西交回去。今晚启程，顺利的话，明日姑还能回去陪着太子妃回门。来人，安葬了路边的这些人，这都是我大齐的子民，要不了几日，姑会让那些蠢货血祭他们。楚成渊说完，起身便上了马。这次徐宁柏再次痛苦面具了。不是，回去也要骑马，坐车会死啊！太子妃魅力这么大吗？太子要不要理智一点？清早，魏安宁一直睡到了脑子里的3号开始唱喵喵歌了，才终于舍得睁开眼。太子妃，您今日还要回安国公府吗？当然得回去，我1日不见他们就十分想念。他带着雪翠便朝着外面走去。到了大门口，太子府的马车才牵过来。魏安宁还没等上马车呢，便听到马蹄声呼啸而至。魏安宁顺着方向看过去，不过一会儿便见到了人影。姑陪太子妃回门。这次去的是钟云州，他带去的人已经足够保险了，但依旧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埋伏。这些人打定主意是想要他的命，若不是太子妃的那枚护身符突然之间好似屏障一样挡住了刀剑，他现在大概又是九死一生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想早些回来，钟云州的事情已经都清楚了。我连夜回来，便先去跟父皇陈情。如今父皇放我回来，我便第一时间跑回来了。你回门，我总得一起。那样的东西，以后不许给人，也不要给我。这一次没人看见，若是有人看见，我会杀了他们。我知道你不烦，毕竟寻常人不可能吊着我武皇帝，还有你家那些人打，只是更多的不平凡。我不希望被别人知道，太危险了，好吗？楚成渊满眼真诚，回应他这份真诚的是魏安宁新的一枚平安符。如果真的担心我，那就别让他被触发。好，他不会再触发的。他若是再遇见什么难以规避的危险，周围又有不能杀的人，就将这护身符取下，不论如何都不会为他造成分毫的麻烦。正想着一会儿怎么折腾魏家人呢，整个人突然就被身边的楚成渊给揽到了怀中。2日不见，阿渊可有想我？整整2天，没有一刻不想你。楚林郎，马上快到安国公府了，知道你想我，但是倒也不用这么冲动。魏安宁窝在他怀中，感受到了什么，脸都变了。这人脑子里都装废料了是吗？疯了吧？冷静冷静吧，我的殿下。这会儿的安国公府门口，爹爹，我们也就算了，他们怎么能这么羞辱您和娘还有祖母啊？一定是那个孽障的要求，他就是恨我们。魏蓉蓉挑拨了一番，发现家里其他人都不说话，心中恨极了。今日他本想让五皇子来为他撑腰的，可是谁知道请柬一发出去，就犹如石沉大海一样。一想到今天要面对魏安宁，他心里就慌。太子府的马车到安国公府的时候，魏安宁就看到了外面魏家人全都站在大门，再看看两边的太子府的侍卫，转头看向楚成渊。那天你不撤了太子府的侍卫，就为了这个？
你不喜欢吗？我喜欢。魏安宁一个个点魏家人，然后冲挡在魏蓉蓉身前想要呵护魏蓉蓉的魏安红勾了勾手指。别愣着了，出来吧。你想干什么？没什么，他刚刚左脚比右脚往前了一点，站得不整齐，这是不欢迎我，我不高兴。那他可太过分了。你分明就是在找茬。我们家摊上你这么个孽障，是倒了大霉了。你有什么冲我来？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对你的亲娘怎么样。我找你做什么？我找他就够了。你别以为我真的怕你。魏安宁都没有回答他的话，上去就是一顿拳拳到肉的毒打呀。魏安红的想法都还没想完呢，就猝不及防的被一道巨力给锤了，整个人别说是让魏安宁吃苦头了，连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救命！救救我！太子殿下，今日是太子妃回门，你们回来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我儿，莫不是觉得我安国公府真的不敢求皇上做主？你怎么现在还不去求皇上做主啊？姑已经等许久了。姑何时怕过这个？你想如何告状，只管去告。姑活着一日，这太子之位就不会变，父皇也绝不会申斥姑。安国公，你不是很清楚吗？安国公一下子就没了力气。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30复仇点，获得3万商城积分，总计积分60.5万。看样子这光用武力，魏安红是蹦不出什么价值了。原主对他的恨意远远不止如此，他得换点办法。想着，魏安宁的目光落在一直都很安静的魏安林身上，在他看过去并且起了心思的瞬间，3号的小屏幕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像你这么下作的东西啊，也就只会取巧讨人欢心了吧。不过可惜，这样的手段永远到不了我娘的面前。你也配为我娘做长寿面？你做的那碗面如今已经喂狗了。今日只是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如果你再敢和蓉蓉争夺我娘的宠爱，就不只是这么简单了。哦对了，你在乡下时养你的那一家子，我已经命人将他们接回来了，如今正在路上，他们可是很期待与你见面的，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他们啊！与你见面的，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他们啊！魏安宁发现这拳头是怎么都没法软下来了，这些人真是没一个该活的。怎么？你长得怎么这么烦人啊？丑到我了。魏安宁说着也不惯着他，在众人的惊讶和魏安林试图反抗中又打了一顿。够了！魏安宁，你是想让我安国公府变成什么样才算罢休？你说吧，你要怎么样才愿意和我安国公府划清界限？你如今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我们家高攀不起你。我要你安国公府剩余7个府库中的6个。你怎么不去死？说什么呢？安国公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都敢让姑的太子妃去死了，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抄了姑的太子府啊？不敢，殿下您息怒，我也只是太生气了。你有什么不敢的呢？你让姑的太子妃去死和抄了姑的太子府有什么区别？和让姑去死又有什么区别啊？下官真的不敢，下官适才只是太生气了，所以才会那么一说。原来你不是真的想让我死啊，可你吓到我了。一座府库赔偿我的精神损失，你同意殿下就放了你，你不同意也不会死。但是安国公这张老脸上划几个字嘛，还是可以的。你疯了，他可是你亲爹，魏安宁，你还有没有人性？说什么呢？刚刚不是还要和我断绝关系？他这个亲爹让我去死，是有人性。我只是要点合情合理的赔偿，他就又是我爹，我又得尊敬他了。你可真是聪明啊！魏安宁说着，回头就给了一直试图降低自己存在感的魏蓉蓉一拳。怎么还不回答？安国公黑着脸，这条街偶尔来往的路人，那些好奇的目光，就像是在凌迟他一样。好，我给。要是不给，太子这剑还真敢在他脸上来个几下子。阿渊，收了剑吧。下一次，这把剑可不会停在这儿。江天，属下江天拜见太子殿下。找10几个人，跟着他们府上的人去他们家的府库，把东西装上马车。一会儿姑和太子妃离开的时候，把东西带走。是，属下这就去。江天低着头，这几天他已经麻木了。恭迎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入府。
断绝关系的事情，安国公想好了，随时可以告诉我。不过最好别太晚，太晚可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听这后面价钱要变，安国公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怎么还得涨价的？安国公府的人一个个坐直了，心里盼着魏安宁和楚成渊早点回去。太子殿下，太子妃，还请用膳吧。魏安宁已经先站起来，他轻轻松松端着汤碗，一步步绕过魏家其他人，走到了魏安宁的面前。你这脸不光丑，还很脏，心也脏，还是洗一洗吧。魏安宁，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获得商城积分5万，累计65.5万。太子殿下，武殿下在外面要进来，说是您和太子妃不要欺人太甚。一旁魏蓉蓉眼前一亮，他还以为武皇子已经不敢管他了，原来还愿意的。武皇帝，让他进来吗？魏安宁点头，当然要让人进来了，送上门的不打白不打呀。让他进来吧。蓉蓉，你没事吧？声音落下没一会儿，武皇子提着剑就冲了进来，他看着威风极了，大有一种怒发冲冠为红颜的架势。皇兄，你不要太过分了。早上吃龙肝凤胆了，敢指着姑？太子妃，他欺负我。那我打他。你敢！武皇子大骂，然后魏安宁就把他又打了一顿。楚成渊的目光追随着魏安宁，好像魏安宁不是在打人，是在给他跳什么舞，看的那叫一个入迷呀，嘴上也没放过武皇子。你皇嫂打你啊，你得记得是为什么。这青天白日的，你都敢拿剑指着姑，你是想上天吗？他是为姑打的你。太子殿下，还请您高抬贵手吧。楚成渊皱着眉头，看着扑空摔在地上的魏蓉蓉，真诚地问他：你想行刺姑？殿下，臣女只是想求殿下放了武皇子殿下，他是您的亲弟弟啊。滚回你该坐的位置好吗？你碍着我看太子妃了。蓉蓉，你别求他。武皇子咬牙，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20，获得商城积分2万，累计67.5万。听到了复仇点提示，魏安宁再次停手，很惋惜。果然，这种手段复仇点越来越少。别以为你能一直给他撑腰。手疼吗？不疼。咱们东西都装好了吗？东西装好了吗？回殿下，回娘娘的话已经装好了。那就行，咱们回家吧。说完也不管魏家人如何爆炸，就和楚成渊一起离开了。安宁同楚成渊回了太子府。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吴舅爷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徐丞相家的大公子。姑知道了，你带人把外面那些马车里的东西入太子妃的司库。这会儿琴台阁里，几日不见舅舅，你看上去更老了，是儿子不争气把你气的吗？吴关和表示，少见太子几次，他就能年轻回来了。徐宁柏，你休息好了，今天怎么也一起过来了？就不怕别人说你勾连太子呢？还是你准备投入姑的门下？魏安宁今天过来就是来旁听的，他想知道楚成渊的难处。不是殿下说的吗？让我将中云州汇报的收尾给做好之后，就来太子府一见。徐宁柏，你可真听话，这么蠢。楚成渊没什么表情，好像让人来的不是他一样，气得徐宁柏想掀桌子。殿下，中云州的事情，刚刚宁柏也跟我说了，明日的大朝会上，只怕皇上会压下此事，毕竟事关贵妃娘家人。他想压下这件事儿，和姑要杀云州知州有什么关系？贵妃的亲戚就杀不得了？谁说杀不得？姑就带着谁去中云州看看那尸横遍野的场面。这天下是我大齐的天下，这龙椅日后是姑的龙椅，这中云州的百姓是姑的百姓，他们算什么？吴光和吓得脸都白了，猛地看向一旁的徐宁柏。殿下咋什么都往外说呀？这个徐宁柏靠谱吗？能不能灭口啊？别怕，宁柏是自己人。太子殿下，您想让在下为您所用，总该付出些什么吧？此次中云州的事，我愿意与陛下同行，那是为了中云州的百姓。好歹给他个台阶呢。你难道觉得姑的那些皇兄皇帝们，有人比姑更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们配吗？徐宁柏沉默了。他上次这么无语，还是在上次，他就没见过太子这么自信的人。但是徐宁柏没有反驳，
他并非是第一天与太子共事，虽然太子的拉拢猝不及防，而且毫无诚意，但如果真让他选，这大齐的龙椅，楚成渊的确比他们更配。殿下想让我做什么？就按照你想做的，按照我们设想的那样。明州的知州他必须死，明州的水也必须引到中云州。如今已经初秋，中云州的第二茬种子还没发芽，头一茬的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种情况下，没有水的下场就是整个中云州要么集体搬走，要么死在这场大旱里。中云州离皇城这么近，一旦灾民往外逃，那就是乱象。我大齐也并非铁板一块，两边的邻居正盯着呢。郭的那位父皇最大可能就是要放弃中云州，放弃那儿的百姓。可中云州的百姓以后也是孤的，谁也不能替孤放弃。要水啊！魏安宁若有所思。比起魏安宁觉得楚成渊哪哪都很顺眼，坐在对面的吴光和还有徐明柏都沉默了。哎，大外甥啊，不行咱们就去太医院看看吧，算舅舅求你了。舅舅干什么用我拱了你家白菜的眼神看我？没有，我不敢。你们如果哪天听到我跳护城河了，记得去捞我呀。楚成渊不懂舅舅这是闹哪一出呢，不过不要紧。明日大朝会上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送客。楚成渊看他们也没有别的事儿了，他还想和太子妃过二人世界呢。吴光和表示这逐客令来得太突然了吧。殿下你，哎呀，你喜欢怎么样咱们就怎么样吧。吴光和突然认命，两人一走，楚成渊那冷漠的表情就消失了。楚林郎，要雨吗？做个交易怎么样？自然想要。中云州缺雨水，现在虽然第二季庄稼刚种，但是一场雨可以解决他们的绝望。人一旦失去了希望，能做出什么事姑也不知。可如果突然得到了希望，姑知道他们会努力地活下去。只是姑与太子妃都不能是神仙。安宁至于说的交易却是不成立的。不成立？是啊，没有这场雨，姑也会答应安宁你所有的要求，为你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之间没办法存在交易。楚成渊一边说，却将人抱得更紧。如果安宁说的这场雨不会出现安宁与我承担不了的代价，也不用你我去下这场雨的话，姑求你赐姑这一场造化。自然不会出现什么承担不了的。在我得到这场雨之后，我会告诉殿下，殿下倒是找个信任的人当神棍就好了。而带来这场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先办一场宴会，让我把我想要打的人吊起来毒打。楚成渊一愣，这是个什么要求啊？太子妃不是每天都在打他讨厌的人吗？他还有更讨厌的。楚琳郎，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不能拒绝我的请柬，必须来咱们家参加宴会啊？楚成渊对上这双满眼期待的眼，将一纸贴身放着的太子私印交给了他。请柬上面印上我的印，他们不敢不来。宁宁想做什么只管去做，天不塌下来都不用怕。就算是天塌了，那也有我为你撑着。好，我定会给殿下一场你要的造化。满意的听上了对焦会说话的水，楚成渊整个人猝不及防的被他扑倒，没有丝毫挣扎，就这么放任他的肆意妄为。在水光的眼里容纳着对他的喜爱，以及对应潮自来的语气。宁宁，要不要回房间？秋日里的地板还是怪凉的。说完，他已经将人抱起，不由分说的抱着他就离开了此地。琳琅蔷薇阁的卧室大床上，李策是一脸艳足，拜倚着床里面的楚成渊。宁宁，这东西急什么？我都2日未归了，你不先仔细看看我？1个下午了，不是一直在看你，我这才咽了不到1口茶的时间。晚上也该看我。那你来咽，我坐那看着你。楚成渊一通卖弄风情，啥也没得到，只到手了一枚才送出去没多久的印章。雪翠，进来将请柬拿出去，送到前院给来宝管家，让他分下去。明天中午就要看见这些人出现在我们太子府。第二天一早，魏安宁醒来的时候趴在床上，疲惫的只觉得自己应该来上一杯3号积分商城里的滋补药水。虚弱疲惫，想宰了楚琳琅。正午，太子府里魏安宁邀请的人陆续都到了。太子府后院的花园里布置还算有序的宴客园，大皇子和五皇子在互相干瞪眼。七皇子刚到，他一看到这2位皇兄，心中隐隐的已经开始觉得不妙了。
老七也来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太子皇兄那封请柬上盖了太子印，我不敢不来。我们也是，父皇给太子的权力太大，大家都是皇子，偏偏所有人都得矮他一头。怎么就咱们几个？各位午安。他手里拿着一大团绳子，微笑着走进了这个宴客园。你今日不是宴客？对啊，宴的就是各位。啊，还有几个人没到呢，一会儿应该就来了。魏安宁说着，在五皇子越来越不好看的脸色下，拿着椅子坐在了园子入口。太子妃，这来宝管家从外面进来，就看到太子妃娘娘正坐在院子门口，好像看犯人一样。他吓了一跳，连要说的话都给忘了。是吧？怎么了？魏家的那些人带了一群人过来，他们这一行人奴才看着奇怪，不敢擅自做主，只能来请示您了。让他们进来啊！眼见着比刚刚还要开心，本来还想着齐羽服要等上一阵儿，等到那一家子人入京才能凑齐呢。没想到啊，今天一下子就都找上门来了。你居然把蓉蓉也请来了？你还真是一点记性都没有啊！你什么意思？说了多少遍，我是太子妃，你得尊重我和殿下。喊一声皇嫂，难道会有人打你吗？魏安宁说着，拳头直接就招呼上去了，一拳头打得五皇子眼冒金星。魏安宁也不多说，直接把人给绑了。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加起来都没用上10秒钟，让七皇子和大皇子连一个反应机会都没有。弟妹，就算你是太子妃，你如此公然绑架皇子还动粗，一旦传到父皇的耳朵里，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你当真以为太子能护得住你？大皇兄说的对，皇嫂你已经够过分了，当真不怕我们告到父皇那儿？告到父皇那儿，然后呢？楚成渊的声音突然响起，外面比魏家人先进来的是楚成渊。太子，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太子妃发疯？大家都是兄弟，你包庇他如此行事，不行吗？姑是太子，姑做什么都可以。宁宁是姑的太子妃，所以她也可以。宁宁，我帮你。这俩人想反抗，结果被魏安宁按得死死的。等着魏蓉蓉他们一大群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夫妻俩正在绑人的场面。哎，好妹妹，你终于来了呀！拜见太子、太子妃。行了礼，魏蓉蓉就迫不及待起来。姐姐，妹妹适才来的路上碰上了一辆牛车，这牛车上的人口口声声的说是认识姐姐，是姐姐的养父母。如今他们一家子入京城来投靠，妹妹不知真假，只好带来给姐姐认一下，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说是真的，姐姐可要好生安置；若是假的，在场这么多的人呢，都会为姐姐作证的。这会儿这几人也都各有各的心思，谁也没吭声。他们都有些震惊于眼前的场面，太子和太子妃联合起来绑了3个皇子，这话说出去都没人信呢。哎呦，我的心肝三丫，你怎么来京城过了好日子就不管娘了呀？娘可想死啊！他话都没说完呢，就没动静了。魏安宁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眼中满是笑意，脸上也是端着无害的模样。给你一个机会，重新说话。死丫头，你放开娘！你在京城享了几天福，就忘了是谁把你养大了是吧？要不是我爹娘，你能活到今天？杀了他！楚成渊的目光冰冷，连一个多余的字儿都不愿意说。他说完，马上就有太子府的侍卫提刀要动手。别杀我儿子！不想他死啊？给你一个机会。你可，只要不杀我儿子，你想咋样都行。姐姐，他好歹是你的养母和弟弟，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魏安宁看了他一眼，拽着夏和氏到了魏蓉蓉面前，然后一拳头砸到魏蓉蓉嘴上。这下是用了些力气的，一下子魏蓉蓉的门牙都掉了。这贱嘴就该打。魏蓉蓉，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众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魏蓉蓉捂着嘴，嘴里疼得她都要失去理智了。魏安宁！她一开口更绝望了，她说话漏风。魏安宁重新拖着夏和氏，将她丢在一旁，看着夏和氏3号的小屏幕如约而至。原主在夏家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早上起来就得伺候一家子，最后还差点被夏和氏200两银子给卖了。夏和氏，我且问你，你们是怎么来的？我们自己来的。三丫，娘实在是想你了呀，这些年要不是娘，你能活到今日吗？
当年有人让你收养我，又给了你银子，让你们折磨我，这件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夏和氏，你上个月不是才想200两银子卖了我吗？殿下，还是把他家那个老头和儿子一起杀了吧。动手！楚成渊吩咐下去，刀子再次落在了夏和氏的儿子和夏老头的脖子上。哎，别动手！我说，是他。夏和氏指着徐凌宁。对，是我。怎么？你敢乱认？今日我便替父亲做主，把你逐出徐家，将你送去淮江老家，让你看守祖坟，一辈子不得入京。徐宁白努力控制着掐死弟弟的念头，他真怕一个忍不住就灭亲了。大义不大义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脑子坏了的弟弟早晚会毁了整个家族。妈，太子妃，此事与他绝无关系，他在家里早就失去自由了，今日能来此地，还是因为您的请柬。殿下，还是动手吧，咱们顺便派人去他的老家梅家村，把他娘家人也都给处置了。你敢？动手吧！楚成渊十分耐心，听温安宁的每一次要求，配合他演戏。哎，别！这次你再说错，可就不等了。毕竟在我眼里，你们都该死啊！是他，就是他让的。他说你在京城过上好日子了，是太子妃了，让我们来京城找你，还说只要我们能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他就给我们在京城里买大宅子。你信口胡诌！温安陵厉声否认，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一家子给宰了。这家子真是蠢货啊！来人，抓起来！太子妃，你抓我们这么多人，是不是太过分了？七皇子也觉得心慌了。太子妃这是做什么？除了安国公夫妻，还有他家大公子没来之外，和魏安宁有点联系，并且对他有恶意的人都在这儿了。三丫，我们能走了不？你给我们拿点银子，我们就回老家去。银子？想离开？我说过放了你们吗？现在你们家除了这丫头之外，你们3个人都去打他们。啊！夏和氏吓坏了，这可都是贵人呐。现在你们一家子去给我打，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准备齐了吗？温安宁吩咐下去，下人早就将在茅厕里泡过的藤条拿来了。魏安宁！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喊得凄惨。快点儿，不然我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温安宁催促他们。夏家人哭丧着脸，谁也不想死。很快，恶臭之中夹杂着这些人的骂声。温安宁如愿地听到3号的声音：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0，获得商城积分50万，累计积分117.5万。一时间，太子府这花园里场面脏，味道臭，被请来看热闹的几人纷纷后退，恨不得能一下子退出太子府，退回自家去。魏安宁，我不会放过你的，你最好祈祷你别落在我手里。五皇子气红了眼睛，看着已经晕过去的魏蓉蓉，眼中泪意涌现。蓉蓉，她最皎洁的月光啊！原主负能量团减少，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100，获得商城积分10万，累计127.5万。这会儿人太多了，温安宁也不知道是谁贡献的，但都一样，这些人啊，都是他需要报复的对象，不分彼此。使点劲儿，你们家的人是没吃饭吗？魏安宁，你不得好死！这世上为什么会有你这种毒妇？你活一天，我就跟你没完一天，咱们誓死方休！大皇子被鞭子甩在脸上之后，忍不住痛骂：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又脏又狼狈，哪有一点皇子的样子？你们站在我太子府的花园里，都是我们家花园的耻辱。你们活着一天，我们家的花园恶臭就难散。你们这样的人，怎么配合我家殿下争呢？谁再敢争，会比今天还惨。温安宁这语气抑扬顿挫的，说完，五皇子都差点气晕了。他还要不要脸了？太子妃说的真好，你们觉得姑的太子妃说的不对吗？几个人齐齐摇头，就跟训练过的一样，节奏整齐划一。既然不觉得，为何不鼓掌？姑的太子妃言语之妙，难道不配？不等他们鼓掌呢，太子府的侍卫和这边伺候的下人立刻配合。几人见状，生怕自己晚了也被这夫妻俩吊起来打，赶紧鼓掌。皇兄，你如此纵容你的太子妃倒行逆施，就不怕？说什么呢？你们忤逆姑，这是倒行逆施。姑的太子妃教教你们规矩，这不过是顺势而为。姑是太子，做什么事儿也不会错，
就算是错的，锅做了，那以后就是对的。就比如钟云州的事情。楚成渊提起钟云州，七皇子更恨了。今日大朝会上，太子居然因为钟云州的事情，执意要拿他舅舅回来问罪处罚，就因为明州没有按照要求调水给钟云州。你为了一己私欲，要害死贤臣，皇兄，早晚你会作茧自缚。该死的，等他日后当了皇上，一定要楚成渊血债血偿。再用点力气，看不见他还能不说人话吗？魏安宁悠悠地站在夏金贵身后，拿过鞭子，亲自给了七皇子一鞭子，这鞭子直接打在对方脸上。这样顺眼多了。就照这个力度打，我不满意的话，可就要打你们了。好妹妹，你怎么晕倒了？既然晕倒了，那就放过你吧，我善良一些，只要你这张脸。别！我的脸没事吧？魏蓉蓉表情惊恐，然而下一秒她就尴尬了，看着其他都在挨打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她。你敢装晕，我就毁了你这张脸。她不敢晕了，心里恨透了魏安宁。魏蓉蓉，几位殿下，还有徐大人家的徐小公子，他们都心悦你，都是为你得罪了我吧？还有魏安林，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很好奇，这些人里谁对你更重要呢？我打算一会儿将他们送到菜市场，让大家也都看看他们的狼狈样子。但是我这个人心上，他们里面你可以选出一个人，不用去丢这份人。怎么样？你要选谁呢？魏蓉蓉被问，脸色和见了阎王爷一样难看，她不敢置信。魏安宁怎么敢的？你怎么不说啊？你这是全都要吗？可惜只能选一个呀。我不知道姐姐在说什么。姐姐，我不过是个弱女子，就算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姐姐，姐姐也已经报复回来了。几位殿下，还有哥哥，还有徐家哥哥，都只是可怜我。像我这样的人，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实在是三生有幸。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他们呢？他们是皇子，如何能在那样的场合这么狼狈的露面？蓉蓉，你别说了，不要理这个恶妇，我懂你。几个人盯着魏蓉蓉，让魏蓉蓉恨不得和魏安宁拼了。贱人，这个乡下来的贱人！哥，你救救我！好弟弟，你想怎么死，哥哥给你准备一下。放心吧，你死了咱们徐家就不丢人了。反正爹娘也还年轻，我觉得太子妃对吴大人的建议还很有意义。我也该劝爹娘为了这个家多生几个，实在不行我早点成亲，多生几个。这个家没有你，未必没有兴旺的人丁和美好的未来，但是有你的话，100%没有未来。徐宁白一开口就是老阴阳人了，一句话让徐凌宁恨不得现在就死。姐姐，算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大家吧，你这样传到了宫里，那你就死定了。我是太子的太子妃，他们几个是皇子，徐凌宁是受害者，而你是我和他们之间有局域的罪魁祸首。你一个人让3位皇子为你受苦，好厉害啊，妹妹！快些选，我数一个数，你选不出来的话，这个机会也没了。一个数，那和不数有什么区别啊？7皇子。蓉蓉，殿下，蓉蓉知道，不管选谁，殿下都不会怪罪蓉蓉的。殿下就原谅我这份任性吧。五皇子心脏疼啊，可是他舍不得魏蓉蓉哭，但是一想到这份背叛，他又生气了。大皇子都傻了，他被放弃了，这可是救了他的人，是他心目中的女神，他怎么敢不选他？来人，把这几个人都拖出去，就拖去菜市场。楚成渊愉快地吩咐下去，这种事儿还是他来说，才能在日后让这些人和父皇都无话可说。太子楚成渊，你还真的？你疯了吧？我可是大皇子，我是你长兄楚成渊。大皇子是喊着被拖走的，五皇子整个人都处于被打击之中，没有动静。这个院子里就剩下魏蓉蓉和7皇子没有被拖走。魏蓉蓉脸色不好，她这次完全掉在了魏安宁的坑里，比挨打还要更难受。魏蓉蓉，从今天起，夏家的人就住在你们安国公府。明天开始，他们每天都要带我给你们一家子1人10个巴掌。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我就亲自去府上。如果他们意外死了，你们可能也会出意外。
至于魏家，每天不准给夏家人好吃好喝。现在带他们走吧。把人都送走。娘娘，咱们换个地方说话。魏安宁因为嗅觉比寻常人都灵敏，楚成渊说的对，是得换个地方。那你还不快些走？好。楚成渊抱着自家太子妃往外走，看到门口的来宝，吩咐下去：将这收拾干净，以后也记得啊，太子府所有人，只要太子妃让你们做什么，你们都要和今天一样，什么都不用问，只要听话就行了。楚成渊叮嘱了来宝，便快速带着魏安宁回了琳琅蔷薇阁。娘娘不看我，一直看着那些花做什么？殿下，还是先去沐浴吧。魏安宁觉得他和楚成渊的身上都有不好闻的味儿，下次他得换点别的办法。情动的楚成渊不知道啊，那双含情的眼里写满了委屈，眉间情态却换作不可置信。菜市场，皇城的东菜市场平时就是热闹地方，今日比往日更要热闹几分。太子殿下有令，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太子府的侍卫首领江天硬着头皮冷脸吩咐他们，实则心里慌了一批啊。哥，你救救啊！你为什么就忍心看着我？也不知道这个魏蓉蓉给他弟弟灌了什么药，看看这蠢货的样子，这蠢货不吭声，谁会认出来他是谁呀？不过太子妃可真是有手段呢，就将这些人晾在这儿。菜市场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如何能认识这几位呢？他们这一天里都会在害怕、担心以及庆幸之间来回循环。这都是谁呀？他们都得罪太子府了？哎呦，咋这么大的胆子呢？谁说不是？看看这一个个长得还都怪好的。可不是嘛！哎，你瞧瞧那个，脸皮长得比姑娘都俊。人群指指点点，被讨论的一个比一个安静，一个半时辰后，太子府的琳琅蔷薇阁里，魏安宁随意地躺在楚成渊怀里。楚成渊这会儿好似彦祖的猫一般，毫无半点攻击力，乖巧、温顺、漂亮。雪翠，传话到前院的来宝那儿，告诉他可以让咱们府上的侍卫回来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天都暗了，咱们的人还得回来吃饭呢。是，奴婢遵命。你多看看我如何？魏安宁回头看了他一眼，红唇堵住了他的废话，亲够了，看着楚成渊微喘的样子，反问他：这不是看你了？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样他也喜欢。殿下怎么不说话了？殿下不说，那我来说。殿下，明日我便与你那一场造化，至于殿下想要怎么用，那就都是殿下自己的事了。魏安宁很想现在就给他祈雨符，但是他凭空拿出来还要解释，两人之间还是有点秘密比较好。清早，魏安宁早早便醒了，看着一旁还没醒的楚成渊，他没动弹，悄悄在3号系统商城里买下来祈雨符。恭喜主人获得祈雨符，扣除100万积分，累计余额27.5万。魏安宁将祈雨符丢到桌子上，心疼得要命。这可是他毒打绿茶和脑子有病的蠢货用体力劳动换来的。娘娘，谁这么早惹你生气了？今日没有朝会，我不去上朝，咱们再睡一会儿。你要的下雨办法在桌子上，不去看看？听他说完，楚成渊干脆抱着他就到了桌前，看到桌子上的祈雨符，这是一张看着很普通的纸。楚成渊收下了这张符，语气里的还是那般缠绵。娘娘赐我至宝，我该怎么答谢娘娘？让我想想啊。不必想了，我身无长物，唯有此身，只能以身相报。楚成渊说完，就抱着魏安宁重新回到了床上。太子殿下，太子妃，刚才来宝管家递话进来说，徐大公子求见。徐宁柏，他不在家打弟弟，来太子府捣什么乱？还好徐宁柏来了，不然他岂不是要去第3次沐浴？徐宁柏，闲着没事你不去当你的差，来姑府上找什么不自在？徐宁柏暂且把太子的脑子有没有问题这件事儿抛诸脑后，他态度变得严肃。殿下，中云州那边传来了新消息，那边的灾民暴动了。仔细说说。咱们回来之后，那边就乱起来了，说是百姓不满中云州的官差不作为，想要去抢粮仓，被官差镇压，而后一伙人揭竿而起，这就闹起来了。这消息是我在中云州的人飞鸽传回来的，只怕明天官家消息也要到圣上耳朵里了。殿下，您中云州的事那天就交给姑了。
这是押解明州知州回来等死的代价。这乱子大概也是某些人故意为之，想让明州知州带队立功，最好能给姑再制造点麻烦。楚成渊大概能猜到是谁干的，除了七皇帝这么急也没谁了。来人，去请姑的舅舅过来。楚成渊吩咐下去，外面伺候的来宝马上就知道找哪一位了。吴家的老爷们，殿下最看重的就是吴光和大人。徐宁白总觉着太子没想干什么好事儿，不过反正倒霉的是吴大人，也不是他，他的心也终于没有不安了。徐宁白，你不必屡次试探，姑的决定不会有更改。你还有其他事？下官家中的弟弟，我这弟弟就好像是中了邪一样，喜欢安国公府的那个魏蓉蓉都要疯魔了。我爹听闻最近他做的事情，已是气得立志出家，恨不得给他打去奈何桥喝汤。如今这……几个人说话功夫，吴光和的人都来了。舅舅，今日看着精神不错，考虑学一学祈雨吗？学会了，就去给中云州的百姓下一场雨去吧。吴光和满脸写着震惊，满头问号。他大外甥说这事儿说得轻飘飘的，随性的就和上次告诉他，让他再生个继承人一样。我的殿下我别去学什么祈雨，我直接去学做法，化身雷电法王，一下子劈死你老子，这天下都归你了，不是更好？到时候你还能封我个护国公等等。做法太难了，舅舅你学不会。楚成渊对吴舅舅表现出的愤怒并不予理会，很中肯地评价了他这位舅舅的本事。你还知道难啊？祈雨就不难了。他怎么不反驳我说劈死皇上的事呢？做法我学不会，祈雨我就行。你咋不让我直接上天呢？要不然我给你当外甥吧。坐在另一侧努力憋笑的徐宁柏终于还是没忍住。你笑谁呢？笑我的话你去祈雨，笑我大外甥的话，谁跟你的胆子笑话太子殿下？吴光和一肚子火气，直接冲着徐宁柏就来了。徐宁柏微笑不语，这种时候他只要不开口，吴大人的脏水就泼不到他这儿来。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且姑更相信舅舅，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姑为舅舅联系白山关的青云道长，今晚他就能到。明天你就在家好好学吧，明晚咱们就出发。楚成渊再次无视了吴舅舅的绝望反抗。外甥媳妇，太子疯了，你不能疯啊！我像是会祈雨的样子吗？舅舅可要努力认真啊！下一场大雨，等这次回来，您可能就是国师了。国师？哼，他直接师变还差不多。你外公日日念着你，还念着你娶了太子妃的事。殿下忙完这次中云州的事情，和老爷子也见上一面吧。吴光和补充了最后这一句。没办法，他娘只要一见了殿下，就会想起先皇后，这眼泪就止不住了。这1-2年间，老太太眼睛因为常年痛哭，已经要瞎了。好，来人，送姑的舅舅回吴家去。说这么多，我还得学祈雨，大外甥疯了吗？你这是真要谋杀我这个亲舅舅？带走吧。楚成渊不愿意和他废话，祈雨符的事儿他也不准备解释，毕竟吧，有些东西是越解释越麻烦。徐公子，关于你弟弟的事儿，我最近忙，暂且顾不上他。不过他在庙里的伙食就不用太好了，千佛寺的寺庙打扫都归他了。伙食每天给他半碗饭就行，别饿死他，也别累死他。但是也不行他活得太好，我会7天去看他一次的。太子妃7天去一趟，不会就为了看看他受尽折磨的样子吧？不，我是去打他的。太子妃放心，我回去便让家父安排此事。徐宁柏对这个蠢货弟弟除了死活之外，其他的事儿也并不在意。徐宁柏，你也该回去了，中云州的事情自有姑做主。那在下告辞。徐宁柏可不想自己跟吴大人一样被丢出太子府。娘娘，他人都走远了，看他做什么？自然是看他为什么比殿下丑这么多。殿下，你明日要去中云州，娘娘也同行好不好？中云州啊，吴安宁记得原主似乎也有过对中云州的记忆。娘娘，楚成渊见他一直不答应他，将他抱起来，与他面对面，让他不准无视自己。娘娘，你不愿意陪着我一起吗？不准挡光。好啊，我同你一起去。楚琳琅，快收收你的委屈，我都答应你了。楚成渊低声轻笑，
好，我不委屈。深夜，琳琅蔷薇阁里，楚成渊半倚在床的外侧，将魏安宁拢在了床内，看着他早已熟睡的脸，想着不久之前的旖旎画面，开心的想把人喊醒，再做点什么。不过可惜，大概要不了半个时辰，宫里就该紧急的开小朝会了。殿下，孤已经知道了，你不必再说话，吵醒了太子妃，你有大罪。外面太子府的马车早已等候，宫中来传旨的公公大气儿都不敢喘。这个时辰来太子府传旨，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啊？清早，当魏安宁醒来时，楚成渊正躺在他身边。楚琳琅，把眼睛睁开。年年早呀，今日咱们去中云州的事已经定下。他话没说完，剩下的话便被魏安宁堵住了，半分挣扎都没有。楚成渊环着魏安宁，任由他随意采撷。还小，咱们不是要去中云州吗？还要等舅舅过来，还不急。楚成渊说着，伸手便要搂他回来。外面雪翠恭敬的敲门。太子妃，太子殿下，来宝管家说吴大人到了。吴大人，昨日的事情你竟苦恼到现在。吴光和复杂的看了他一眼。不是，那大人这一副准备参加葬礼的表情。哎，太子和太子妃让我那大儿子来做客，但是他昨天就不在家，现在还彻夜未归。不瞒你说，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现在怀疑吴应元这个倒霉玩意儿是不是去跟随七皇子了。这次七皇子也是要去中云州的，要是两边撞上，让殿下在七皇子那儿看到吴应元，吴光和觉得他现在跳护城河还来得及。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太子殿下，太子妃娘娘。舅舅，昨日孤和太子妃等了许久，都没见吴应元来啊。应元他昨夜彻夜未归，他平日里去的地方我也都找过了，根本没人呢。等从中云州回来，孤与太子妃等着他登门谢罪。楚成渊说着，便与魏安宁一起上了太子府的马车。吴光和麻了，怎么着？昨天还是做客呢，中云州回来就是要谢罪了。再过半个小时，是不是直接给他儿子办葬礼？娘娘，外面有什么好看的？殿下不许我看街景，那我该看什么？自然是看我，这街景有我好看。楚成渊自信极了。楚琳琅的确比街景要好看，如果不打扰我看街景的话，就更好看了。宁宁真是敷衍。他虽是这么说，可是手已经推开了车窗，长臂一勾，便将身边的魏安宁抱了过来。宁宁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第二日下午，太阳快落的时候，太子府的一行人便已经到了中云州。殿下，咱们已经到了，这会儿中云州的城门未开，徐宁白已经派人过去问消息，咱们暂且在这儿稍等片刻吧。宁宁，这就是中云州，咱们下去看看。你要是喜欢啊，这次平乱结束，就改名叫宁城。外面吴光和面无表情，大外甥的狂言真是越来越多，他还是聋了算了，听这些多危险啊！